夜里的游乐场。我住的地方离市区不算远，但也不算热闹，周围多是老旧的住宅区和小型商店。这里有一座公园，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，从我小时候起，它就一直存在，承载着许多孩子的笑声和回忆。公园不算大，正中央是一块草坪，四周环绕着几条步道，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和游乐设施。公园的北侧是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，香火算不上鼎盛，但每逢初一、15，还是会有里民来这里祭拜。白天的公园总是充满生气，早晨有老人来这里运动，午后则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地。可是到了夜晚，这里就变得冷冷清清，几盏昏黄的路灯勉强照亮部分步道，树影在灯光下摇晃，显得有些诡异。那天夜里，我因为工作的不顺遂，心情闷闷的，决定到外头走走。沿着住家附近的巷弄闲晃了一阵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座公园。夜晚的公园空荡荡的，没有半个人，只有虫鸣声在寂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我缓步走在步道上，思考着自己的烦恼，直到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奇怪的景象。荡秋千在摆动。公园的秋千架就位在游乐区的角落，年久失修，油漆斑驳，金属架上还能看到些微锈蚀的痕迹。秋千共有2座，平时白天时总会有孩子们抢着玩。但现在是深夜，公园里明明没有半个人，其中一座秋千却正在缓缓摆动。一开始，我心想可能是风的关系，毕竟这几天偶尔有些小阵风，不足为奇。可当我停下脚步仔细看时，却发现不对劲。周围的树叶完全没有晃动，其他的秋千也静止不动，只有那一座在摆荡，摆荡的幅度不算大，却很有规律，每次都像是有个看不见的孩子坐在上面，用双脚轻轻地踢的，让秋千一次次的晃动。我盯着它，心里莫名的发毛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坐在那上面，虽然眼睛看不到。随着时间过去，秋千竟然越荡越高，不是那种自然减速的摆荡，而是像有人刻意加大力道，让它荡得越来越高。一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椎往上爬，我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，心里一阵发毛，正犹豫要不要转身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不用怕。我猛地转头，看到一名中年男子站在不远处。他穿着随性的衬衫和长裤，手里还拿着一串钥匙，看起来像是刚巡视完回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望向那座秋千，语气平静地说：他不会害人，只是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。我愣了一下，连忙问他，这秋千是怎么回事？他叹了口气，指了指公园北侧的小土地公庙，自我介绍说：我是这里的里长，也是土地公庙的主委。你应该听过这座公园以前发生过的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不清楚。他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后，才压低声音缓缓道来。很多年前，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，那次风暴来得又快又猛，气象局当时没有准确预测到，导致许多人措手不及。那天下午，公园里还有不少孩子在游玩，其中有个小男孩刚学会自己荡秋千，正玩得起劲。谁知道风突然变强，一棵老树被连根拔起，直接压在了秋千上。他顿了顿，摇头叹息，等大人们发现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阵发凉，低声问：那秋千上荡着的，是那个小男孩的？可能是吧，里长点点头。自从那次意外后，这座秋千偶尔会自己摆动，尤其是在深夜，或者天气变化剧烈的时候。很多人说，当年那孩子因为来不及反应，就这么被压在树下，他的灵魂一直留在这里，还想着继续玩耍。我咽了口水，望向那人在摆荡的秋千，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难过。土地公的指引。不过，里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不用害怕，这孩子已经被我们处理过了。处理过？我疑惑地问。当时这件事发生后，
我们土地公庙的主委们商量了一下，最后请了师傅来做法，希望能超度这孩子的灵魂。师傅说，这孩子怨气不深，只是依恋这座公园，舍不得离开，所以我们请土地公做主，让他能够安心修行，等待投胎。我点点头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所以啊，里长望着秋千，这里虽然有灵异的传闻，但其实它不会害人，只是习惯了这个地方，有时候还会出来玩一玩。我再次看向那座秋千，它的摆荡似乎缓慢了下来，仿佛已经满足，准备归于平静。那天之后，我还是会经过这座公园，有时候白天来，看到孩子们快乐地玩着荡秋千，总觉得这里多了一份温暖的感觉。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不是已经投胎，但至少他的灵魂不再孤单，而是得到了该有的安息。而那座秋千偶尔在夜里还是会轻轻地摆荡，像是有个小小的身影在风中缓缓荡着，微笑着看着这座承载了无数童年回忆的公园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